不是打仗。听说陛下要建什么行宫，阵仗很大，面积很广。不是打仗就好呀。要建庞大的行宫，需要大量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。现在是都交赋税，等到动工的时候，说不准便是征徭役了。徭役？哼，比打仗也好不到哪里去。每天把人往死里逼，天天干重活累活，病死的累死的数不胜数啊。看大家心情都差，气氛格外沉重，神指道：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，咱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呢。我们要搬家呀。哦，搬家，终于要搬家了。娘亲，那我们今天可以住在新房子里吗？我和哥哥还有木木想要睡新床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抓紧争取把东西全搬了，把床单被罩全部铺上。整理好心情，一家子开始忙碌起来。楚笑、楚长风带着3个小家伙搬东西，神芷和林征负责收拾屋子。柜子、床摆放的位置都是正好的。神芷买了很多棉花，做了好几床新被子。床单被罩则是自己设计的，用扣子代替拉链。其他东西都搬得差不多了，就只剩下腊味和晒干的各种山货。神芷特意将厨房留得格外宽敞，都快赶上鸡公堡店里的厨房了。晚上了也懒得炒什么菜，神芷直接取了一只辣鸡，洗干净后剁成小块慢慢炖。很快一锅香喷喷的辣鸡炖土豆就做好了，除了土豆里面还加了一些蘑菇，汤又鲜又香。这鸡肉闻着可真香啊，和腊肉的味道一模一样。当然了，这些都是辣货，快尝尝看。香喷喷的辣鸡在蘸料水里滚一圈，再塞进嘴里。辣鸡味中带着淡淡的辣味和麻味，香。芷芷，起来啦，做好早饭了，快吃吧。哎，我们今天要去县城吗？你昨天晚上到底干了什么？为什么？哼，我看你简直是有病。什么？我没干什么呀，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你怎么那么赖皮啊？你简直就是个厚脸皮。好吧，我是厚脸皮，你想怎么骂怎么骂。媳妇儿，所以我们今天去县城吗？去，但是你不许去，你给我好好留在家里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自己不清楚吗？你给我好好反省反省。我为什么不去啊？我这么一个大男人留在家里干什么？我让你一个女人天天出去干活？你是正经干活吗？你一直处在我身边，哪里是在干活了？我干呢，我不就是宰了鸡洗了菜，有空闲的时候偷偷亲你一下吗？那么多人，我亲我媳妇儿关他们什么事儿？神芷和他简直说不通，最后这个厚脸皮还是跟上了。媳妇儿，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？我把菜洗好了。神芷点点头，继续和厨子说话。这种调味料不能加太多，不然客人吃不下。不过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只要多注意，以后肯定做得比我好。师傅，我肯定努力学，争取早点上手。芷芷，你也教教我吧，我学的肯定比他快。以后你不要来干活了，所有活都交给我。得了吧，你做的饭菜根本不好吃。那是因为我没学会啊，我学了就会。你认认真真的教我，我怎么学不会？楚长风，你到底要不要这么幼稚？我只是教人家做菜，这你也要吃醋？你还知道我吃醋啊？你在他面前笑得也太好看了，你都没这么对我笑过。你现在已经不是最爱我的时候了，每天都在嫌我烦。是不是我好了之后，你就没以前那么爱我了，也不在乎我了？长风，我没有不在乎你，我特别爱你，你不要这么想。可是你这几天都在嫌弃我，嫌弃我黏着你，我终于可以黏着你，我做梦都想黏着你，可是你不喜欢。我没，真的，我保证没有嫌弃你，你黏着我就是了，
想怎么粘怎么粘，想粘多久粘多久，好不好？好不好嘛？我错了。那我原谅你了。哎，你看看，我们来这儿除了干活，就是看这两口子秀恩爱。自从楚长风好了之后，已经完全变成神旨的跟屁虫。谁家男人像他这样天天围着女人转，说出去都不怕别人笑话。忙了一天，张大娘他们都回去了，店里只剩下神旨和楚长风。你没有生气了吧？不能难过的。我早就不生气了，你怎么还想着这个呢？我生气是装的，对不起，以后不这样了。真的？真的。从饭馆出来，外头不知什么时候突然降了温，还怪冷的。我们赶紧回家吧。不，我们先去布庄买点厚实的布料和棉花。现在天气就已经这么冷了，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下雪了，还是快点给大家做厚衣服。咱们不用买这么多吧，这些布料和棉花都可以用到明后年了。我也不知道是怎么的，总感觉就应该多买一点，心里有点慌。那买吧，多买点，反正以后都可以穿。两人带着那么多的布料回家，楚笑他们都惊了。这么多，咱们家就算有20口人也够了。你们的衣服都我来做，谁也别跟我抢，不然我天天待在家里，什么事儿也干不了。好，那辛苦娘了。芷芷，娘用最好的布料给你好好做一件漂亮衣服。我们家芷芷每天那么辛苦，还穿得这么朴素，漂亮姑娘就是要好好打扮自己。娘，那你得做漂亮些啊，我们芷芷得穿最漂亮的。好，用你说。就你们两个穿好的，我们其他人随便做做就好了，都是男的，不挑。我有的，我有厚衣服的，是去年爷爷给我做的，所以不用给我做了。我也有，我可以穿去年的衣服。我没有厚衣服，我还是要吧，主要我怕我被冻死。每个人都有，咱们不仅要做，还要做得好。人靠衣装，衣服还是要漂亮才好。放心，有我在，保证你们满意。吃过饭，天色已经晚了，可楚长风和楚笑却突然要出门。这么晚了，你们干什么去？去山里，这些日子猎物肯定很多，咱们多打些回来，不仅可以自己吃，运气好弄到鹿，还能卖不少钱呢。家里又不是没有银子，店里的生意很好的，不用你们去冒险。爹爹，爷爷，你们不要去山里了，太危险了。你们以前不还去打野猪吗？有什么危险的？可是……放心吧，我和爹一起，很安全。可你的身体……芷芷，这个家本来就应该靠我和爹撑起来，难道我们都靠你一个女人养？对呀，我们父子俩也不是吃干饭的，我儿媳妇自己攒的钱自己存着，其他有我们呢。大家劝不动，父子俩还是上山了。这是楚长风身体恢复后第一次进山，神志担心的睡不着。年年、周周、木木，娘今天睡你们下铺。娘亲，你咋来了呀？娘亲，你是不是睡不着？担心你们爹爹。娘亲，我也担心。娘亲，爹爹那么厉害，以前可是将军，没事儿的。娘亲，我们等爹爹回来再睡，不要怕。娘亲，你要不要我们陪你睡？不用了，你们自己睡吧。大孩子了还跟娘睡，那可不行。我就要陪着你，我身上香喷喷，暖乎乎，你抱着我睡吧。哥哥和木木想抱我，我都不让的。年年，我们哪里想抱你？哎，你怎么胡说呀？反正就是有。和小家伙们聊着天，神芷不知不觉就有了困意，什么时候睡着的都不知道。
到了后半夜，突然听见开门声，听见院子里传来不小的动静。长风，爹，你们回来了。怎么这么晚了还没睡啊？哎，外面冷，快点进屋。怎么这么不乖？不是让你早点睡吗？我和爹没事的。你第一天上山，我害怕。我这不是回来了吗？我还打回来了2头野猪呢。我本来就不想让你去，做这么危险的事干嘛？对我来说不危险，我已经好了，不会再有什么事的。好好睡觉，我身上太脏了，我去洗洗，一会儿就来。厨房里本来烧了热水，但是肯定凉了，我去给你们烧。不许，乖乖躺着。好吧。也不知道是谁黏着谁，我出去一趟你都要等着我，你也不比我好到哪儿去。你快点回来。第二天，2头大野猪都卖了出去，一共卖了25两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楚长风和楚笑隔3差5就要进山，两人很会捕猎，运气也好，每次都有收获。有一次甚至猎到2头鹿，拿到县城里直接卖了200多两。他们1个月赚的钱比神指饭馆里赚的还多，而天气也一天比一天冷。林真每天都给家里人做衣服，在下雪之前给每个人都做了2身厚衣服。3个小家伙的衣服特别可爱，衣服上绣着小老虎头，颜色还是红色和蓝色。他们从来没有穿过这么鲜艳这么漂亮的衣服，不过要是做的最漂亮，那还是得神指了。她的衣服一套粉色，一套浅绿，繁复厚重的裙子非常的保暖，领口做着一圈暖和的白色兔毛，又漂亮又精致，真好看啊。还有另外一套梅花，你还想看吗？不看了，我们还是干点别的事吧。不行，你放开我，你昨天才……哇，下雪了！哇，真的是雪，好大的雪！外面下雪了？应该挺大的。我打开窗看看。你放开我！不放，一会儿染上风寒怎么办？裹着被子再看。应该是半夜下的。你喜欢雪吗？你喜欢我就喜欢。爹爹娘亲，下雪了！爹爹娘亲，看雪，雪好大，冰冰的，快摸摸。还真摸呀？你没见过雪吗？爹爹娘亲，你们要起床了吗？我给你们烧水去。你们穿得厚就可以出去玩玩，打打雪仗，叫上牛牛他们。只是他们跑出去没多久又回来了。爹爹娘亲，爹爹娘亲，出事了，有人来了。这是怎么了？你们不是玩去了吗？爹爹娘亲，有官兵来了。好多个。对，有好几个呢。官差怎么来了？没过多久，村里所有人都被叫了出来，说了好一会儿，才知道原来是要征徭役。这寒冬腊月的，咋这个时候要人？可不是，今天天气冷，雪下得那么早，现在让我们去服徭役，这不是要人命吗？我们怎么去啊？为什么这个时候去啊？开春不行吗？你们都闭嘴，吵什么吵？皇帝陛下要修邀约行宫，钦天监算出冬日最宜动工，这行宫还能保佑明年风调雨顺，所以这是大好的事。什么好？哪里好？用人命去修吗？我们不活了吗？你们不想去的也行，每家每户成年男丁1人交5两银子。5两？我们哪里有那么多钱？刚才那官差说在全国各地征人，就算想要在冬天修完，不耽搁春种，可什么行宫需要那么多的人？恐怕是另一个皇宫吧。再这样下去，恐怕这世道就不平静了。县城里的生意怕是也不会太好了。这3天，村里人要么在哭，要么在拼命的筹钱。时间过了2天时，石头和牛牛2家来了。他们2家如今虽然在神指的饭馆里帮忙，每个月工钱也不低，可冬日刚给家里的孩子买了新袄，添了厚被子，一下子就花了3两银子，这突然又要拿5两，还是差些。后来林爷爷也来了，
他如今住在楚家老房子里，每天做豆腐、豆皮什么的，每月都有工钱。松儿每天都要去看他，他的日子过得很好。可他这个年纪也是需要服徭役的，他本来就没钱，才帮忙干活呢。林伯，你放心，你现在帮我家干活，我们会帮你交掉的，你不用担心这些，每日好好干活就是。林爷爷感激的连磕了好几个头，木木也跟着磕。这世道咋过呀？5年前让我们去修什么通天阁，3年前拉人去打仗，如今又要修老身子的邀月行宫。这3天村里彻底乱了套，有些没分家的，一家子有5、6个劳力的，出不起那么多钱，只能留几个，送几个去服徭役。可不管怎么样，第3天还是到了，官差来了，有钱的交了银子便逃过一劫，可那些没钱的，就算再不愿意，也被拉走了。一时之间，村里四处都是哭叫声。这3天实在是太乱了，也没有什么心情去开店。沈芷和楚长风他们再次开业时，店里很是冷清，县城里的老顾客们都不怎么来了。问了才知道，县城里的人原来每人要交10两，多少人掏空了口袋，哪还有人来吃鸡公煲？长风，这个冬天我们的店恐怕开不下去了。不开便不开吧，反正这个店本来就是我们的，也不需要租金，不开顶多就是不赚钱，明年再说。一连3天，店里都门可罗雀，沈芷便关了店。今年恐怕会有雪灾，咱们必须得多囤点粮食和肉。今年的雪是比以往都大，为了以防万一，还得多砍点柴火，多买点炭。我明天和娘去县城里买粮食，顺便再买点棉花和布料，长风和爹就再砍点柴。如果可以，再去山里看看，捉点野兔野鸡什么的，鱼也可以弄一点，鱼可以冻着，也可以做成熏鱼。成。爹爹爷爷，我和你们一起去砍柴，我可以背柴，我也可以捉野兔子。胡闹！你跟我们进山干什么？我们不仅要砍柴，还要去深山看看。你也有事情干，你得在家里看着2个弟弟，你要把咱们家看好，万一有人来怎么办？可是乖，你可是我家大儿子，看着弟弟们的责任也很重。现在可是关键时期，我们要分工合作，听话。父子俩砍了大半天的柴，便进了山。这段时间，许多动物都已经冬眠了，山里很少能看到猎物。好在猎到了3只野兔、2只野鸡，倒也不算白跑一趟。第2天，楚长风和楚笑早上继续砍柴，下午还是进山，而沈芷则带着林征去河边捞鱼。他花了好多天的功夫才做出来一张渔网。哇，娘亲，有东西！哎呀，怎么都是些小鱼啊？这些小鱼还要丢进河里去，好麻烦呢。这种鱼可以吃吗？这么小，说不定都是刺。沈芷，这种小鱼咱们要吗？娘，这可是好东西，我们今天就吃小银鱼。沈芷在厨房里忙忙碌碌，等楚长风他们回来时，堂屋的大暖桌上已经摆放着热腾腾的饭菜了。芷芷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银鱼，就是在河里是透明的，捞上来是白色的小鱼。好吃啊！好吃就多吃点。早知道这种银鱼这么好吃，以前的冬天还挨什么饿？这种鱼只有沈芷做的网才能捞起来，我们徒手可捞不到。芷芷，这又是什么？这是番茄蛋花汤，就是上一回我们买的花草里我最先选中的那一株，它结出来的果子酸酸甜甜，很好吃的。除了做汤，还能用来做很多菜。怎么样，好不好喝？喝得惯吗？有点怪怪的，不过还是能喝的。没吃过这个东西，刚开始吃都会不习惯的，以后就好了。楚长风不习惯，楚笑他们可喜欢得很，
每人一人喝了一碗热乎乎的汤，舒坦极了。等吃完饭，坐着烤了一会儿火，楚笑和楚长风就上山了，神芷带着林真继续去捕鱼，不过没舍得再让孩子们跟着去。婶婶，年年他们呢？他们没有跟着你们一起来捕鱼吗？太冷了，你怎么也跟着来了？还是回去吧。不，我要帮我爹娘捕鱼，我很厉害的。张大娘，你们用竹罩子太慢了，还是用渔网吧。我把我的渔网给你们用，我们今天不用了。哎呀，谢谢你啊，婶芷。等渔网拖上来，看见里面各种小银鱼和草鱼、鲫鱼，张大娘都震惊了。这咋能捞到这么多呢？这网可真好使。你们两个捕鱼吧，我看牛牛冻得鼻涕直流，我先把它带回家去烤烤火。好，那麻烦你了。怎么这么暖和？因为下面有炉子。这样的话，所有人坐在这里都很暖和了。所以小牛牛，你把石头他们都带来，就不用受冻了。我明天就叫他们。牛牛就没有这么暖和过，就算到晚上睡觉都是冷飕飕的，还感觉家里四处漏风。可这个新房子完全感受不到冷风，真好呀。小家伙们凑在一起玩着玩具，叽叽喳喳地说着话。神芷和林真将大鱼全部腌制挂起来做咸鱼，在厨房里忙忙碌碌了许久，蒸了一大锅米饭。米饭放凉，将酒曲均匀地撒在米饭上，而后将米饭和酒曲完全混合，接着用力压紧。哎，娘亲，为啥要把米饭放在这里呀？这里这么暖和，会坏掉的。对呀，这里比夏天还热呢，估计明天就坏了。这不是直接吃的米饭，给你们做好吃的呢，过2天你们就知道了。好吃的？娘亲，里面加肉了吗？是什么好吃的呀？这做好了就是甜的，调皮鬼，你可别乱碰啊。哦，我不碰。娘亲，这个在做米酒吗？聪明，以前吃过没？没有，但听说过。那时候没有那么多粮食可以做米酒，也没有时间的。等做好了，娘给你做米酒鸡蛋吃。林真虽然心里好奇，不过她没有多问，只要是自己儿媳妇做的，就不可能不好吃。夜幕降临，神芷和林真做饭，牛牛被他爹娘接走了。芷芷，快来！你们怎么样？身上有没有受伤啊？你们怎么会去猎熊呢？这东西那么凶，你们疯了！楚笑，你要死了！带儿子弄这东西，还不是你儿子？他看见熊的踪迹，硬是要追过去，我都吓死了。芷芷，娘，你们放心吧，我心里有数，不会受伤的。我以前在金营的时候猎过熊，有经验。哼，下一次你再敢这样干，你试试。不敢了。媳妇儿，今天我和爹猎的鹿和熊值不少钱，明天就去县城里卖了。好。哥哥，我竟然摸到熊了，这可是熊啊！哇，这个熊好大好大的。是啊，我都没有见过呢，它要是活着肯定很可怕。快点进来烤烤火吃饭，今天吃香辣炖鱼，给你们暖和暖和。芷芷，你给我正经一点，别动手动脚的，我在铺床呢。我帮你。不用，马上就好了。好了，我们媳妇儿，芷芷，你松开我，不能日日都来。少爷，您让我歇歇成不成？你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你现在冷冷淡淡的，你不爱我了。你听不听话？楚长风哼了一声，才放开他。脱掉。你不要我来，你想自己来？脱不脱？废话那么多。芷芷，我没事儿。他盯着他看了很久，才伸出手指靠近他腹部那几道抓痕，血淋淋的，
也不知道当时得多疼。灵泉水一点一点渗进他的伤口，眼看着结痂了，神子才收手。做完这些，他自顾自地躺进被窝里，蜷缩成一团，面朝墙壁，也不和他说话了。芝芝，不要生气了，你怎么发现的？你别捏我的脚，脏不脏啊？我要。哼，谁要你献殷勤？芝芝，你说吧，怎么发现的？神子翻了个身，嘴巴撅着。你的衣服出门时什么样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随便打2个结，我就看不出来上面有血迹了。你怎么那么聪明？哎，我知道了，你这太爱我了。我身上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观察得仔细。不要脸！下次受伤了回来就告诉我，不要骗我，我有泉水能给你治伤。好，对不起，让你担心了。芝芝，你怎么了？别哭啊！芝芝，我以后受伤了肯定回来说，我第一时间让你知道，我保证。你别哭，乖啊！我没事，我就是看不得你受伤。你一受伤，我就想到上次腿受伤，我害怕。别哭，我不会受伤了，我已经好了，以后再也不会有人能伤到我。芝芝，不哭了，好不好？第二天一早，楚长风和楚笑以及神子把鹿和熊带到了县城。这种东西还是得卖给有钱人，他们才愿意出高价。于是神子直接带着去了秦府。神子，你怎么才来？你来开店吗？我天天去，你都不在。我们店里现在没生意，县城的人交了那么多钱，哪里还会有人来吃啊？而且风大雪大，我懒得来，等开春吧。可我要吃啊，要不你今天帮我做顿饭吧，价格好说。神子，你就来吧，我们家少爷有钱。秦少爷，秦婆婆，我今天来是给你们看好东西的。我的天哪，你们竟然弄到了鹿和熊，这个时节也敢进山？他的腿好了，什么时候好的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好很久了，这不重要，你还是看看我们的货吧，你需不需要？就这么一个小不点儿，也没什么危险吧？这可是好东西，你们怎么卖的？我都要了。鹿80两，熊100两。秦姨，把钱给他们，叫人搬东西。好嘞。爹，长风，咱们今天去多买点炭和棉花。神子不打算买太多粮食，毕竟他的空间里已经放着那么多的油和米，用完就会再生，根本就不需要囤。最后神神买了2种炭，一种便宜的，一种贵的，足足买了1车，花了10两银子。棉花和布料也买了10两银子的。有了这些，心里也算是松了口气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楚长风和楚笑继续上山砍柴打猎，不过神子不让他们进深山了，就让他们猎点野兔子野鸡自家吃，而他每天则带着石头和牛牛2家人一起捕鱼。他们把鱼冻在院子里，想吃的时候就拿1条。神子给他们2家都送了1罐5香辣椒面，每次炖鱼加点这个会更好吃。一连过了好几天，气温骤降，神子估摸着是从零下2-3度降到了零下10几度了。村民们不敢出门了，也不去河边捞鱼了。寒冬了，大家都是能不出门就不出门。给朝廷交了那么多钱，大家已经没有余钱置办什么厚被子厚衣服了，只能一家人挤在床上取暖，只有去茅厕和吃饭才下来。而楚家这边，神子也不再让楚长风和楚笑上山，全家人都待在家里，围坐在暖桌旁，暖烘烘的，一点也不冷。没事儿干，楚长风就教3个小家伙学习认字。林真和神子在旁边做着衣服。神子虽然技术不行，但是设计灵感不错。而楚笑这个闲人没事可干，就在旁边吃猪肉脯，吃得浑身发热。我还从来没有感受过这么温暖的冬天，这日子真是不错。我刚才闻到好香好香的味道，就在那个锅里。我差点把它给忘记了。那是什么东西？是好吃的吗？娘亲，
甜甜的，香香的，真的是好吃的。对吧？你看，对吧？我刚才就闻到了。我说这味道是从哪儿来的？我昨天就闻到了，还以为是什么腌制的味道。这味道有点像县城里卖的清酒。哇，米饭生水了。对呀，米饭明明没有味道的，咋变成这样了呢？长风，快去一人拿个碗来，你们尝尝看。好吃，这东西怎么会这么好吃？甜甜香香的，真不错。这东西吃起来比我上回吃过的那酒还香呢，就是没什么劲儿。这个东西太好吃了，怎么会那么好吃呢？是啊，我都想不通了。娘亲，我们还能再吃一碗吗？不行，这刚出锅的米酒不能吃太多，吃太多了会闹肚子的。不过可以用来给你们弄点别的。神职把暖桌底下的炉子拉出来，舀了3勺甜酒酿，放在砂锅里，倒了几碗水，又丢了一块糖进去，放在炉子上煮着。接着拿来10几个鸡蛋。鸡蛋，我们要煮鸡蛋是吗？可是鸡蛋为什么要放在这个甜汤汤里面煮啊？这东西放在饭馆里去卖，不知道会有多少人喜欢吃呢。只可惜这个不是酒，如果像酒一样会醉会晕，那会更贵。这种酒酿放久了也会有度数的，没怎么喝过酒的人喝了也会晕的。真的？那要多久才会晕呢？爹，那得放好几个月呢。况且这种酒酿就算有度数也不高，想要喝真正的酒，那得需要粮食酿。你会？不过做起来很费粮食。那种烈酒1小瓶就要2两银子呢。2两？这么贵？这还是一般的酒，如果是好酒，价格会更贵。那等冬天过去，我酿一点试试看好不好卖。那到时候我可一定要尝尝烈酒到底是个什么滋味。喝个屁的酒，就算只酿出来了酒，那也要卖，让你霍霍了算怎么回事？哎呀，你在孩子们面前给我点面子，何况孙儿们还看着呢。你别以为我忘了你那次喝酒的事儿。我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。娘，爹做什么了让你生这么大气？哼，他自己做的好事儿，让他自己说。就是有一次喝酒，我喝了一杯，结果醉了。和我一起喝酒的那几个人就把我带去青楼了。你去青楼？你们听我解释。到了青楼，我酒醒了，就赶紧跑了。那群不要脸的，害得我差点失身。我现在想起来，我还后怕呢。你们是不知道吗？我要不是醉了，走不动路，咋可能被他们带去？还有啊，你光顾着和那些女人聊府里的八卦，根本不管我。如果你看着我哪里会被人带走？你自己控制不住自己，轻而易举的就被人带走，你还好意思怪我？你是不是男人？再说了，你又不是个物件，难道还想让我把你拴到裤腰带上？我就和别人聊聊天，怎么了？我不和你说了，你话多得很，我说不过你。今天晚上别进屋，爱去哪儿去哪儿。不进就不进，是你没把我放在心上，现在倒还怪我。我这回要生好几天的气。他还没睡过木架床呢，睡着也挺舒坦的，大半夜还能给3个孙子讲故事听，这可把3个小家伙乐坏了，恨不得爷爷天天和他们睡觉，他们就能天天听故事。一连2天，楚孝还真的没去敲门，林真的脸色一天比一天难看。楚孝嘴上倒是硬气，可大家都看得出来，虽然晚上坚定的没有去拍门，可每天都要盯着林真看。长风，你劝劝爹，我看娘快忍不下他了，他再不好好哄哄，恐怕真是不好哄了。成，和他说说。这俩人也真是的，都多大年纪了，还跟孩子似的闹别扭。
也不知道楚长风和他爹说了些什么，反正当天晚上楚笑就屁颠屁颠求原谅了。夜里，沈芷和楚长风听着屋外楚笑不停地说对不起，就笑得停不下来。好在楚笑的脸皮厚，磨了小半个时辰的嘴皮子，终于是被允许进屋了，可算是和好了。他们闹不了多久别扭的，放心。穿的哪一件啊？是不是那天我给你做的那一件？颜色看着像。你要不要脸？我穿什么关你什么事啊？我给你做的，红色的多漂亮。我今天再给你做个绿的，你皮肤白，穿着好看。你做的丑死了，我才不要穿。楚长风眼睛一眯，突然扯开他的亵衣，看着里面穿的就是自己给他缝的红色肚兜，嘴角都快咧到耳后根了。嫌弃不好看还穿，口是心非。我是没有穿的了，不然才不会穿呢。这人竟然还真的去看，不要脸。芷芷，你又骗我？我就说嘛，我前天才给你洗了3件，怎么可能没干净呢？沈芷扯着被子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，他根本不想理他了。楚长风扬着笑，将衣柜里放着的那块浅绿色布料取出来，坐在窗边开始忙活起来。你别做了，我有穿的，天气冷，快进被窝里。我马上就好，这个做起来快。副将，让你们叫我的名字呀。哎，对了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这么大早上还冰天雪地的。我们就是来看看你。我有什么好看的？进来吧。你们家可真暖和呀，我们都快冻死了，这天太冷了。喝点热茶暖暖。哎，听说是去见行宫的人已经有很多冻死的了，我们猜测后面可能还要来抓人。还要来抓人？哎，不愿意去肯定就要交钱呗。等到了最后说不定还要抓女的呢。这样下去这世道就要不太平了。不太平是什么意思？把老百姓压榨得太狠，自然就有那勇猛之辈站出来。过往今来起义的事情数不胜数。虽是这么说，可如今还不至于，应该还不到那一步吧。还不到那一步，可如果把妇女抓去，那可真是。咱们不要聊这些了，我给你们煮点酒酿蛋吧。年年，周周哥哥，我们要不要起床了？是不是好晚了呀？不用，娘亲说天太冷了，让我们在床上多待一会儿。对啊，别人家冬天都是在床上待着的。不过我有点待不住了，我想出去玩，和爹爹娘亲还有爷爷奶奶说话。崽崽们，快点穿好衣服，我给你们送酒酿鸡蛋来了，一人喝一碗暖暖。酒酿鸡蛋，哇，娘亲快给我喝一口。晚上冷不冷？被子会不会太薄了？不冷啊，我们都不冷的，特别暖和。我也不冷，晚上还有汤婆子，不冷的。那就好。你们一会儿起来去把牛牛和石头他们带过来吧，以后让他们晚上在这边睡，他们两家屋里漏风，万一染上风寒就不好了。哦，真香啊！哎，我们平时吃的都不是饭，去吃的时候菜都凉了。天冷就适合吃这种热乎乎的锅子，主要还是嫂子的手艺好。你们吃这个，别啃手里的，都没肉了。还得是婶婶，你炖的骨头实在太香了，就算是没有肉，酥壳骨头都是香的。这顿饭吃了很久，直到夜幕降临，五牙他们这才心满意足地离开。今儿林爷爷也没走，陪小家伙们睡木架床。他自己在老屋那边，虽然一整天都会烧着柴火，可还是没有这边暖和。木木开心地和爷爷睡在一张床，爷爷将他抱在怀里，给他捂着小脚丫，小家伙眯着眼，和哥哥们聊天说话，好不舒坦。叽叽喳喳说了许久，小家伙们又缠着林爷爷给他们讲故事。林爷爷年轻时可是个混子，啥都能和小家伙们说一说。
小家伙们聚精会神地听着，听得哇哇地叫，直到深夜，小家伙们才睡去。林爷爷爬起来给他们都掖了掖被子，才重新躺下。伴随着风雪肆虐，很快迎来了新年。神职和楚长风去了一趟县城，将空间里长得郁郁葱葱的蔬菜都沾了一车带去县城卖。这么新鲜的蔬菜一进县城就受到了哄抢，特别是有钱人家恨不得一车全端了。卖了小半个时辰，蔬菜都卖出去了，足足赚了5两银子。芝芝，今天我们要买什么呀？先观观看，你这羊怎么卖？我这只是母羊，刚下崽儿，现在还能挤奶呢。这只羊刚成年，肉很嫩的，看你们想要哪只？母羊如果带回去可不好养，压根找不到草料，况且母羊年纪大，肉不好吃。最后甚至买下了那头成年羊。兄弟，你看着不像我们这儿人呢，哪里人呢？嗨，我从漠北来的，我们那儿牛羊成群，我还带着一群羊来这儿，一路上卖了很多，就剩这2头了。你们也是运气好。这一路上不好走吧？还成，我就琢磨着来这儿看看，想买点菜种子回去种种，再学一学。我们那儿种不出来菜，菜可金贵了。哎，那边还太平了。太平啊！你们也知道，虽然漠北游牧民族多，但被天剑山隔开，两边都是大草原，各自养着牛羊，1个月1次的贸易大集，两边都挺乐意的。长风，你问他那么多干什么？还问有没有摩擦？如果朝廷再这样下去，明年估计就不太平了。咱们得提前寻找一个能避难的地方。啊？你想去漠北？百姓们受到压迫，若是每个州县出现起义军，整个中原都不太平。要么就加入某一个阵营，要么……那如果真到了那一步，咱们就去那。怎么，看上哪件衣服了？你在这里等我，我进去一下。姑娘，您眼光真好，这大氅可是咱们店里的镇店之宝，前几天才从江南拿来的，算起来它可是独一无二的，只是尺码大，得高个子穿才好看。这个多少钱？20两，概不还价。20两，确实是贵。姑娘，这件大氅价格就是定在这里的，我们江南的主店都是这么卖的。不过你要是买了它，我可以赠送你些别的。不要了。好嘞，咱们走吧。这布料可真漂亮，这要是穿在你身上，不知道有多美呢。快到家时，他将空间里的蔬菜都取出来一份，放在了背篓里。爹爹娘亲，你们终于回来了。羊？你们买羊了？爹娘，我们明天早上吃羊肉火锅。这是要做什么？烤肉。哇，好香啊，太香了。这是加了什么呀？这味道好特别啊。那是一种调味料，叫孜然，专门用来烤肉的。确实，好吃。你不是去过漠北吗？那边都是牛羊，应该有很多人会吃羊肉串吧？没怎么见过，大多数都是炖的，哪里有这么多调料给他们用啊？就算烤了，也不会有这个羊肉串香。哎呀，这日子可真是舒坦，我就从没吃过这么香的羊肉。明天还要吃羊肉火锅呢。肯定也香。对了，明天把林爷爷也叫过来。那木木去叫爷爷。木木啊，我陪你一起去。芝芝，你怎么那么厉害？会做那么多好吃的，还那么好。我看你是没吃酒都醉了，快试试这个。你这是给我买的？这衣服花了多少钱？摸起来这么舒服，很贵吧？你别问它贵不贵，先穿上我看看，很好看，你穿着它显得特别俊。芝芝，这衣服到底花了多少钱？你放心吧，一点也不贵，你没有这种大氅，
正好。以后不要给我买了，你自己买漂亮裙子，你都没多少裙子。我对衣服不感兴趣，好不好看无所谓。以后出门就穿这个吧，应该能挡风。夜里风雪交加，风声在田地田野间回荡，温度似乎又降了。长风，我冷。风雪怎么会这么大呀？如此恶劣的天气，去修行宫的人如何活得下去呢？不，或者说这种天气就算是村里人也很难熬。今天的天气实在太不正常了。行了，我把你今天的衣服都烤了烤，现在穿就不冷了。好舒服，好暖和。走。不要这么抱着我，快放我下来，我穿鞋。放心，你的鞋我也拿着去烤了，大家都还没起来，我去外面看看。昨天晚上是不是又降温了？感觉比昨天还冷。这怎么活下去啊？还有那些被抓走修行宫的人，他们又要怎么办？芝芝，今年的冬天可能会很漫长，明年恐怕不好过了。当楚笑灵真看到外面的雪，更是惊到了。他们活了这么多年，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雪。直到快中午，神只切了好几盘羊肉卷，做了鱼丸，还准备了各种蔬菜，才把小家伙们叫起来。哇，好香啊！喝完咱们再涮肉。吃过饭，林爷爷就准备去老房子了，大家都不让他走。林伯，这么冷的天气你去干啥？待在这里暖和些，反正咱们也要一起过年的。一起过年？不许走！林爷爷，你晚上还要和我们一起睡觉的，昨天晚上的故事还没讲完呢。留下吧，天这么冷，回去还要慢慢烧火。大年30这天一大早，楚家就开始忙碌备菜。楚笑和楚长风穿上厚衣服，带着渔网去河边，预备网点新鲜的鱼。在河边撵了半个时辰的鱼，终于收网了。网里密密麻麻的小银鱼，还有10来条大草鱼，一些河虾，收获还不错，竟然还有几条黄鳝。爹，这东西要不咱扔回河里吧，反正咱家也从来不吃。算了，不扔了，好歹是口肉，咱们家不吃也可以送给别人。咋还不回来呀？一会儿会冻着的。年年，你们几个乖乖坐好，没事就剥蒜，他们一会儿就回来了。没过多久，听到了开门声。爹爹，爷爷，你们回来了。冻着没？快进屋烤火。你们快坐，身上的衣服都脱了，换的衣服就放在旁边暖着的，快换上。芝芝，我们今天打到了些虾，还有黄鳝。你要是会做，咱们就留下；不喜欢，咱们就送人。吃，黄鳝多好吃啊！那咱们就自己吃。夜幕降临，村里响起了鞭炮声。楚长风也将家里的鞭炮拿出去点了。厨房里，一道道菜出锅：腊鸭炖笋、青椒炒腊肉、黄焖猪蹄、凉拌猪肚、油焖大虾、酸菜鱼片、辣炒鳝片、银鱼煎蛋、番茄炒蛋、青椒土豆丝、羊肉萝卜汤，各种炒菜摆了一大桌。哇，好多香喷喷的菜菜。我都没见过这些菜。好香啊！这个好吃，你吃这个。芝芝，这个特别香。不要加了，我吃不掉了，太多了。夜里，神直躺在楚长风怀里，听着外面的风声，怎么都睡不着。还没睡着吗？长风，我有点害怕。害怕？怕什么？外面的风声。我怕这雪灾。别怕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都在你身边，一家人在一起总是有办法的。楚长风，大家一定都要好好的。芝芝，睡吧，睡吧。初一，大家开始走亲戚拜年。打开门，
只见牛牛、石头和小三丫站在门口，笑眯眯的拜年。你们3个这么冷的天气过来干啥？婶婶，我们想给你拜年。哦，对，我们穿得很厚的，不会冻着的。哎呦，你们几个啊，来烤烤火。婶婶，年年、周周哥哥还有默默呢，他们出去拜年啦。他们呢，还在睡懒觉呢。啊？可是今天是初一，要拜年呀。不让他们去了，太冷了，就让他们睡着吧。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出太阳，我喜欢太阳。我也喜欢，虽然我也喜欢雪，可是真的好冷呀，都不能出门了。哎，这种天气要是打仗的话就完了，大家都要被冻死了。年年、默默、周周哥哥，哇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啥时候来的呀？你们冷不冷呀？怎么这么冷的天还出来？我爹爹娘亲不让我们起床。我们说好的要来给婶婶拜年的，当然要来了。对啊，我们穿的可厚了，我娘把我所有厚衣服都给我套上了。我也不冷，刚才婶婶拉着我的手捂了好久，我还烤火了。年年、默默，我们也起床吧，陪他们一起玩。穿好衣服，连忙跑到了暖桌边坐下，瞬间热乎了。很快，饭菜都端上了桌，吃饭。哇，好多肉肉呀！哇，太香了吧！吃完饭，婶子给他们发压岁钱，连同自家3个小人，一人发了20文。婶婶，我们不能要，你怎么还给我们钱呢？你们如果不拿着，那以后婶婶不疼你们了。在路上看见你们，我都装作不认识你们。你们拿着吧，这个是压岁钱。娘亲说每个小崽崽都要有压岁钱呢。哎呦，牛牛哥哥，你们就拿着吧，我也要拿着的呀。等以后木木长大了，木木赚多多的钱给娘亲花。默默说的对，你们以后长大了对我娘亲好一点就成，只要记得她对你们的好。我们一定会对婶婶好的。转眼就过了年，可风雪却没有一点要停的迹象。然而他们还没盼到雪停，却率先迎来了一个坏消息，官府真的又开始抓人了。这一次每家每户都要出一个男丁，若是没有人就交10两银子。官差老爷，我们家已经没有男丁了，我孙儿才10岁呀，我们也没银子了。对呀，这马上就要春种了，我们要是都去修行宫了，这粮食就没人种了呀，到时候要怎么办呀？没有男丁也没关系，你们只要出一个女人，再加2两银子就行。3天之后把银子和人准备好，到时候若是交不出来，不管老弱妇孺，我们就直接抓走了。苍天哪，这可怎么活呀？这还叫人咋活啊？直接把我这条老命收走算了。世道不公，世道不公啊！这朝廷是想要断了所有百姓的活路吗？长此以往，爷爷不怕，如果实在活不下去，我们就找个地方躲起来，去山里，再也不出来了。对，去山里。我跟着哥哥学弹弓，用弹弓就可以捕猎物了。而且我会摘野菜，我很会摘野菜的，我们不会饿着的。哦，还有我比年年还会摘野菜，很多种野菜我都认识的。唉，我的乖孙，怎么就摊上这么一个世道？唉，若是生在一个太平盛世，该多好！别怕，我会保护你们的。不管这世道变成怎样，我们都会平安的。长风，
我们这边也算是鱼米之乡，如今尚且这么难过，那些更贫瘠的地方呢？他们又该如何活下去？若是都活不下去了，又怎么做百姓呢？落草为寇，或者起义，人被逼急了，什么都敢干了。婶婶，求求你们，救救我爹爹吧！牛牛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婶婶，你把我买了吧，我给你当牛做马，你让我干什么都行。牛牛哥哥，你快起来说话，别这样，地上都是血，一会儿你的裤子就湿了。牛牛，快起来，婶婶帮你。婶婶，婶子拿了20两银子，和楚长风一起送牛牛回去。他们给张家借了10两银子，又去石头家里走了一趟，另外10两银子也借了。楚长风，你会不会怪我借那么多钱出去？这些钱都是你赚的，你借给谁都行。你和爹也赚了不少。也没多少，那些钱你想怎么处理都行。这是最后一次了，如果以后朝廷还会让你交钱出人，他们只能自己想办法了。好。趁着这段时间没事干，甚至带着楚长风在空间里种了很多土豆，成熟的番茄也都摘下来保存在木屋里。这是那个老板送你的那个草吧？是用来干什么的？这是花，都已经这么大一片了。是胡萝卜，只是结的胡萝卜很小，他便又种了这么多。是一种可以吃的蔬菜，现在结的果子太小，等我多种几茬，用灵泉水浇，它品种变了再吃吧。我挖土豆看看。挤锄头下去，一窝土豆很快滚出了10几个大土豆。这产量，这要是给百姓们种下去，那粮食的产量得达到怎样惊人的地步？这件事绝对不能说出去，土豆也绝对不能交给朝廷。这个皇帝拿这么高产量的食物送给他，他只会用它做些更惨无人道的事儿。产量提升，说不准赋税又会增长。就算以后要交出去，也不是现在交，也不能现在交。芝芝啊，若是以后出了什么事情，有空间里的那些菜，咱们应该能活下去的。只是我的空间只能带1个人进来，所以除了食物还是很危险。等开春看看情况吧。如果冰雪不化，春种来不及，朝廷还继续剥削的话，那咱们走吧。走去哪儿？咱们这地界已经算是不错的了，去了别的地方会不会更乱？去北边，我们到了那里可以平平安安的生活。当然说这个还为时尚早，如今这里还算太平，只是日子苦些。又是半个月过去，放眼看去，依旧是白雪皑皑，没有任何化冬的趋势。听说服徭役的人们冻死了大半，后来去的女人们几乎都熬不过，她们没有被分配轻省些的活计，到了地方完全就是女人当男人用，男人当畜生用，大家叫苦连天，几乎每天都有许多人死去。最后再也忍无可忍，有人起了头，带着部分人从行宫逃了，彻底反了。他们组建了一支民兵，一路逃窜，朝廷去捉拿他们，还不忘继续征徭役。听说这回银子都不管用了，不管老少，遇到男人就抓走，就连8、9岁的孩子都抓了不少。在朝廷的压迫下，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落草为寇，起义军四起，整个中原都乱了。一会儿就开始收拾东西。昨天我和芷芷买了马和车，尽量早点走。真的非走不可了吗？我们这房子才建起来，才住了几个月，还有芷芷现成的铺子也不要了吗？咱们家的那么多柜子和家具又怎么办？娘，我有办法。我做了个梦，突然身上就多了个空间，可以把咱们家所有的东西收进去，还能在里面种东西。爹娘，你们放心，我们饿不死，也不会出事。爹娘，你们回神，现在不是发呆的时候，赶紧收拾行李，
行李都可以放在直指的空间里，我们路上会轻松很多的。是真的，我们没看错。爹娘，直指现在就是咱们家最重要的人，这件事情你们绝对不能说出去，如果被人知道他就危险了。你放心，我们又不傻，这种事情怎么可能说出去？你们3个也知道了，你们若是告诉别人，不管是石头、小宝、牛牛或者是别人，我们一家都可能死，绝对不能说出去。爹爹，我不说，打死我也不说。不说。默默，爹娘已经把你当成我们的亲生儿子了，所以才不逼着你，但是不要告诉你林爷爷，知道吗？木木知道的，不会告诉任何人。一直忙碌了很久，家里所有的东西都被打包好，神纸全部收进空间。自家弄完了，楚笑去找林爷爷，而神纸和楚长风去找了牛牛和石头家。我们明天就走，你们好好考虑清楚，如果也要走，就赶紧把行李全部收拾好，除了吃的和衣服还有钱，其他东西通通不要带。留在这里也是送死，那么多的起义军，如果杀过来，咱们这老百姓怎么活呀？长风，走，我和你们走。好，我们跟你们走。那就快点收拾东西，还有，你们不能把这事情告诉任何人，我们这么多人已经很引人注目了，不能再带了。楚长风和神指回到家，两人急匆匆去了县城，他们去各个店里各种买糕点、糖、各种肉类，甚至还买了好几只鸡放在空间里，到时候去了漠北，如果有机会可以养点鸡。接着又买了许多布匹。神指，你们来开店了？秦公子，我们不开店，只是来买点东西。那你们什么时候再开店？你今天去我府里给我做的饭吧，我给你钱。如今每个州县都有起义军，你们不怕他们突然打过来吗？还是尽早避避吧。放心吧，我外公可是首富，我没事儿。到了那时候，给那些人一点钱，他们不会干什么的。实在不行，我们就去京城。神之抿了抿唇，也是，他们自然有平安活下去的方法。那保重。少爷，你说他们能避到哪里去？还不如就待在这里。咱们县每年粮食的产量那么高，朝廷不会让人夺走的。这些谁又知道呢？只希望他们一家都能平安活下去吧。回到家，神指带着一家子做了很多的吃的，各种饼、包子、馒头、饺子，甚至还做了很多拉面。反正面条放进木屋里，就和刚放进去时一样。爹爹娘亲，我们还能回家吗？能，肯定能。我们在哪里，哪里就是家。爷爷。嬷嬷。不一会儿，石头和牛牛两家也来了，他们赶着牛车，忍痛将家里很多东西都抛弃了，所以东西不算特别多，几乎都是衣物和粮食。天气很冷，他们的牛车光溜溜的，也不能避风，可楚家的马车又坐不了那么多人，最后决定让女人和孩子坐马车，男人们坐牛车。马车和牛车慢慢前进，大家都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这个小村庄。他们出了小林村，一路上也不敢停歇。楚长风时不时去前面探路，如果路上遇到官差，岂不是直接就能将他们抓走？好在一路都还算风平浪静。到了晚上，终于出了县城的地界。天黑不好赶路，楚长风就找了一个废弃的房屋，让大家休息。